请叶小姐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救杨董事长的。谢谢各位。这冷气强，闭着吧。我没关系的。现在你爷爷能够依靠的人就是你，要是你倒下了，他老人家怎么办？谢谢。叶离，怎么样？爷爷他没事吧？爷爷还在急救。你别担心，我相信爷爷他一定会没事的。医生，我爷爷怎么样？冠状动脉血栓已经溶解，危险算是解除，待会儿可以转到普通病房去了。谢谢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就说嘛，爷爷一定会没事的。太好了。爷爷小心。小心。爷爷，你刚才吓死我们了。放心吧，我还没把公司交到你手上呢，我不会这么轻易死去的。爷爷，不许你乱说，你会健健康康的。为了你妈妈，为了你那个弟弟，我会努力活下去的。爷爷，于飞啊，来，你过来。爷爷，上一次啊，你是为你母亲，这次你为了我，已经是第2次冲进马路中央拦车喽。你这太危险了，以后不许这么冲动了啊！我也是一时心急，救人要紧嘛。其实我也没有帮到什么忙，最主要的是这位张先生，他才是救您的大功臣呢。谢谢你啊，张先生。我只在做我该做的，请杨董事长别放心上。对不起，我是住院医师。宇阳，于飞，叶林，我不是以前跟你说过，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吗？他回来了，他刚从英国回来。原来你就是宇阳，久仰大名。没想到我们今天居然在这种场合见面。你好。你好。爷爷，他是于飞男朋友，他们都快结婚了。爷爷，你要快点好起来，好参加他们的婚礼啊。叶林，你少在爷爷面前取笑我。我已经落后于飞那么多了，说什么也不能再输给他。今天我非得帮宇阳哥把总医师的位置弄到手不可。先生一位啊。喂，我是。请点餐。放这儿吧。这么贵呀！哎，饿了2天了，就算没钱也得把肚子填饱吧。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是钱多。你跟主任说尽管开价，我等他消息。
有没有搞错啊？居然问我钱够不够？谁不知道我刘小慧就是有钱，钱多的可以当面纸呢。钱算什么？只要能获得一份真爱，花再多钱我都愿意。您是找我们主任办事儿的吧？最近找他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我记不清您是。我姓刘，请坐。啊，刘小姐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的备忘录里是有这回事儿啊。服务员。这个呀，昨天晚上刮胡子，刮着刮着突然停电了，一不小心呲了。啊，请问先生需要点些什么？啊，随便来点什么。把你们店里最顶级的牛排给这位先生。懂事啊，怪不得我们主任安排我过来跟你好好谈呢。主任说过他要多少吗？上来就谈钱，不好吧5万。50万。啊，对不起啊，这差不多。又不是多大的职务，主任你胃口太大了吧？我要的不是钱呐，我就想骗吃骗喝而已。好吧，50万就50万，我等一下汇给你。不急。刘小姐。哎，主任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主任呐，哎呀，你怎么才来呢？人家刘文琪等着抱春求水了啊！这个你跟人慢慢聊，不着急啊，不要一下就切入正题，好不好？啊，哎呦，这家面包很有名的啊！这样啊，我还有点事要去处理一下。既然主任来了，你们就慢慢聊啊。那个，我先去一下了。一会儿见。刘小姐，刚才那位是你的？他不是你派来的人吗？啊，我也不认识。啊，你也不认识？以前在学校看到过叶玲几次，总觉得她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公主，但没想到她本人还蛮平易近人的。你以为每个有钱人家的小姐都跟刘小慧一样啊？最重要的是，她是真心把我当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当我问她借钱的时候，她一口就答应了。那点钱对她来说算什么？她当然慷慨大方了。喂，你刚刚不是才夸奖过她吗？怎么现在又愤世嫉俗了？总之，你帮我好好照顾爷爷，就算是替我还他们的恩情，知道了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医院这么冷，你怎么穿这么单薄啊？习惯了，穿多了做起事来不方便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宣布总医师的人选啊？大概下礼拜3吧。下礼拜3。哎，于飞，你在做什么？等一下，再一下就好了。哎呀，这里是医院，你不要动了。喂，有人呢。别动。哎呀。看你整天都没怎么吃东西，多少吃点吧。谢谢。还好今天有你，看来在处理危机上，我还差你一大截。遇到最在乎的人出现状况，换作是谁都会六神无主，我也不会例外。你忙了一天，早点休息吧，改天我再过来探望杨董事长。后房，你的外套，你留着吧，免得感冒。谢谢。
爷爷睡着啦。是啊。贺凡，麻烦你送于飞一程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好了。不行，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回去，爷爷知道会骂我的。你都锁人家1天了，人家都没说什么。看在人家救了爷爷的份上，在车上帮我说声谢谢。知道了。贺凡，麻烦你了。走。虽然我很不欣赏你，但是呢，看在你今天救了爷爷的份上，我愿意跟你冰释前嫌。好吧，我不但愿意跟你尽释前嫌，还愿意跟你握手言和。但是，如果你想让我跟你道歉的话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喂，我都跟你说了那么多的话了，你是哑巴吗？你哪怕说一个也是回应，你懂不懂礼貌啊？好，有本事你就继续这样子装聋作哑下去。真神奇，原来空气也会讲话。空气？你说我是空气吗？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把互相当空气，谁要是跟谁说话的话，就是智障、弱智、王八蛋。要拜托别人，连个都没有，很没礼貌。好，算你狠！停车！我要下车，你给我停车！我自己有腿，自己走回去11路，你知道吗？有人想耍狠，耍成个跛脚了。谁跛脚了？我是赤脚，你看到没有？谁跛脚了？我这。穿我的鞋吧，别让你的脚受伤了。少了只鞋的灰姑娘，
老乡人在哪儿呢？看见女生鞋子坏了，居然还笑得出来，真的是我见过最没有风度的男人了。妈，这么晚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今天会比较晚回来，不用等我啦。睡不着，起来早早。哎呀，妈，你是在担心舅舅吧？我担心他做什么？他最好就别回来。其实舅舅借钱也不是干坏事儿，他只是想闯出个名堂来嘛。你就原谅他这次吧。不行，这么大的篓子，说什么也不能算了。要不然，他还以为咱们母女俩欠他的，将来更加变本加厉。可是，当年我们的确欠舅舅一个成名的机会，不是吗？小飞，如果花钱能帮到你舅舅，这笔钱我不会吝啬的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还是如此，那只能说明他没有这个运。他也不再年轻了，也应该认清事实了。我相信舅舅这次经过教训以后，他会认清事实的。你就原谅他这次，不要生气了嘛。你伤好点了没有？我不碍事的，只要你不生气就好了。还是再擦点药吧。忍一下，忍一下就不痛了啊。妈，你记不记得很久以前，我带一个小女孩到厨房找您帮她擦药？那个小女孩跳舞跳得可好了。那么久的事，我早就忘了，提那些做什么？妈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能跟叶玲家有来往。算了，还是别提叶玲回来的事情，免得惹她生气。我只是突然想起来了，当时我很羡慕她，您可以这样帮她擦药。什么声音？有贼！小心点，没事，我去。舅舅，妈，你就原谅舅舅吧。还不出去？别这样呀，妈。三个人都挤在这儿，
怎么做饭呀？舅舅，我们原谅你了。难得看你这么开心啊！爸，怎么，事情谈成了？还没。杨董事长突然心脏病发，我送他去医院。杨华会在这个时候生病，那真是老天助我啊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要跟他提任何生意上的事情，他自己开口。你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以他不爱欠人的个性，我不信他会不还你这个人情。爸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累，我先进去休息。想不到，已经3年了。钱我们已经还上了，如果你再敢来我们家捣乱的话，我就废了你。钱我已经还上了，如果你再借钱给我的话，我也废了你。哼！爸，他们好凶啊，我们要不要报警啊？哎，我们是出来混的。终于把债还清了，真的是无债一身轻。是啊，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，我都觉得这空气都格外的新鲜。小飞啊，等舅舅找着工作以后，我肯定省吃俭用，按月把这钱慢慢的给还上，你就放心吧，好不好？还有，我什么拍戏啊、当明星啊，这都是我少年轻狂的那种梦想。今天就跟他彻底说拜拜了，结束了，再也不想这些事儿了，好不好？舅舅，你在我心里已经是超级大明星了，谁也都没有办法跟你比的。又来这一套，不是你这嘴上抹多少蜜呀？蚂蚁盘子多蚂蚁，那要不要这么甜？你这……哦，舅舅，我先买点东西，你先回去。哦，你买吧，我走了啊。哎，我跟叶玲借钱的事情，你千万别告诉我妈，我怕她会不高兴的。我当然不会说，我说了，你妈不骂死我呀！我嘴很严的，不信是吧？我要说了就罚我眉毛永远长不出来，行了吧？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拜拜。拜拜。早点回来啊。好嘞，拜拜。哎，小姐你好，需要点什么吗？你好，我想织一件背心，请问一下，我要买多少毛线呢？那要看你织多大的。这么大。我问你，308病房的药是不是你给的？啊，昨天状况非常急，所以他是我负责的病人，不是你。要真出了事，是你负责还是我负责？当时大家找不到你，实在是没办法，才请下医师代为处理的。对啊，当时病人情况很危急。怎么？你们
们一个个都以为夏雨阳就一定能当上总医师，现在就急着逢迎拍马。告诉你们，胜负还未定呢。周医师，算了，大家不要伤感情。这件事不可能就这样算了，我一定会呈报上级，追究你的责任。周医师，周医师张口闭口都是追究责任，那么请问，身为医师照顾患者的责任，从您刚才的话里，我可没有听到半句。您的这些话，听在我们这些家属患者耳里，真是分外感慨。谢谢你啊，宇阳，脾气要因人而异，对这种人过于谦让，只能让他得寸进尺。你要适时让他知道，你不是好惹的。我只是想说，大家都是同事嘛。他有把你当同事吗？在他心里，你只不过是他成功的绊脚石罢了。宇阳、叶琳，你们俩怎么都在这儿啊？刚巧碰到，聊了几句天。啊，哎，这什么啊？这么大包？没什么，爷爷呢？在病房啊。那我们先去看爷爷吧。啊，我们先过去了啊。好，走了。啊！吓死我了！刚刚差一点就被宇阳发现了。我真是搞不懂你啊，给他这杯心，为什么还要躲躲藏藏呢？你不懂啦，我想要给他一个惊喜。过一段时间，宇阳马上就要升职了，我也没有什么钱给他买贵重的礼物，所以呢，就想给他织一件背心。人家说，适时的时候送上温暖，最让人感动了。确实很让人感动。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很适合宇阳？不错，染得特别好看。对不起啊。这不是那讨厌鬼吗？你们以前就认识啊？于飞，陪我下楼走走好吗？我想找人聊聊天。好啊。我和贺凡曾经交往过。你们两个没看出来哎。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愿意提起那段过去。3年前，我们两个在欧洲一个小城市偶遇。他见到我第一面，就说我的眼睛很漂亮，很像他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。后来，他因为同样的原因和我提出分手，因为他不想借着我去怀念那个女孩子，所以我们这段感情只维持了21天。像他这么冷酷无情的人，会对一个女孩子念念不忘，我才不信呢。对了，那个女孩是谁啊？你有没有问过她？她不肯说。我只知道，她还没有找到。说不定根本就没有那个女孩子。幸好你们当年只在一起那么短的时间，没有付出太多的感情。感情的付出和时间的长短是没有关系的。有的感情可能只是一个眼神，就占据了一生。有的人在一起一辈子，连多看对方一眼都会觉得厌恶。叶琳，你是不是还是喜欢他？我始终都爱着他。那你还愣着干嘛呀？勇敢去追啊！可是我担心啊。担心被拒绝啊？我担心他忘不了那个女孩子。
我担心他不肯接受我。叶琳，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。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那么迷人，连我这样的女孩子看了都会心动。我还担心我们家宇阳会喜欢你。怎么可能？宇阳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呢？什么事情都是从不可能变成可能的。再说了，反正那个讨厌鬼现在都没有找到他想要找的那个人。你现在符合了天时地利人和最佳时机，成功率很高的。当年你们在一起21天，现在你可以用比21天多1倍、2倍，甚至是21倍的时间。我相信你的付出总有一天会感动他的。加油！ Hello， 我是叶琳。现在有空说话吗？你说。我爸妈过几天就回来了，他们知道你救了爷爷，务必让我邀请你来家里吃个便饭，好当面感谢你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呢？太客气了。OK， 好，那我准时到吧。 好啊，那到时候见喽。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真的，我就说没有问题嘛！恭喜你，勇敢迈出第一步！加油！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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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了！终于回来了，外面再好，总也比不上家里好。林涛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小伟，等一下见到爷爷，别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他会不高兴的啊。跟你说话呢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 头发都给你弄乱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。曼萍啊，你不想说买一点小东西送给朋友吗？我陪你去啊。说这孩子真是，这都是我生的，怎么姐弟俩差这么多呢？好的基因都给了姐姐，坏的当然都在我身上了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好的坏的都是你爸生的，那说明你们俩厉害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小伟啊，你就少说2句嘛。哎，啊，走吧啊。这个好可爱，陈太太的女儿肯定喜欢。这个我要了，这是限量版的吧？这个也给我包起来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平涛，你让开点，挡着我了。哦。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也要了。好。还有什么好东西？你介绍一下吧。这个是我们最新推出来的。哎，这颜色不错啊。这个也给我包起来吧。好的。那幅画我也要了。 帮我算一下，一共多少钱？好的。哎，你怎么偷东西呢？谁偷东西了？你干嘛呀你？干嘛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干嘛呀？放开我！看见你放兜里。放开我！拿出来。干嘛？小伟，老师，看这不是。
雷于飞，我这边出了点状况。对了，如果晚饭我回不去的话，麻烦你帮我跟爷爷说，飞机误点了，顺便帮我招呼客人，谢谢。 Hello， 贺凡吗？我想请你帮个忙。闻着就香啊！嘿嘿嘿嘿。哦，小飞，二姐，小飞呢？出去了，说是给朋友过生日，也不知道哪个朋友。还能有谁呀？肯定是他小时候最好那伙伴嘛，要不也不会这么重视呀。你说谁呀？就那个有钱人家那个小公主刚从国外回来，叫什么？叶琳。怎么了，姐？你刚刚说谁回来了？叶琳啊，你上次病发后跟着爷爷去医院送你那个，你忘了？姐，不是你怎么了？哎，姐，你干嘛去？姐，这都怎么了？这也太奇怪了吧！啊，坏了，我又闯祸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办不到了。终于到了，嘿嘿，张妈，哎，张妈想死你了！那么多年了，长那么高了。哎，赶紧行李，然后跑进去啊，小心别碰着了。走吧，妈，爷爷还等着呢。你弟弟变成现在这样，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你爷爷呀？妈。 医生都说了，小伟得的是心因性偷窃症，那是病，不是学坏。我们帮他治疗就是了嘛。这事儿啊，肯定瞒不住，早晚你爷爷会知道，瞒不住的。对了，妈，以后见到于飞，对人家态度好点，他救了爷爷呢。知道了，全中国这么多人口，非得跟他交朋友。 她就是叶莲，我的女儿。爸，知道您心脏病犯了，我真是急得要命。幸亏您没事儿，否则我真是要责怪自己。张公子，谢谢你救了我爸，我们夫妻俩敬你和张董一杯，来。 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你们可别把他捧成个英雄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任何人都会伸出援手的。张董事长，你太客气了。万平，救我的人还有于飞呢，啊，哎，你们应该都敬他一杯啊，啊。不用了，应该的，于飞，谢谢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伯父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吃饭吧啊！别你敬我，我敬你的，这菜都凉了。来吃吃。来，饱了饱了饱了，吃饭。哎，这孩子，你不好意思，张董，让您见笑了。现在的孩子啊，都是这个样子，他们把这个叫做酷。想想，也是一种真性情嘛。
什么组？